大家好，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11月6日的走势。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11月3日走势的基本信息。它的开盘价是221.15，收盘价是219.96，在盘中最高价是在226.37，最低价是在218.40。那在盘中，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幅值是达到了8个点。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是在前一日 K 线最高的上方，同时依然在5日均线值和10日均线值的上方。量，当日的成交量是1.195亿股，较前一个交易日略有量缩。KD 值双线是继续上行，开口不变，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在继续上行的走势中。MACD 双线是趋于合拢，快线即将上穿慢线，在零轴的下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更微小的红柱。那这些信息说明目前股价的空头趋势在继续减弱。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在11月6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天剑线。那天剑线的特征呢，是含有长长的上影线，至少是实体的2倍以上。小的实体在整个 K 线的下方，下影线很短。那这根天剑线所处的位置呢，是在股价反弹到相对高的位置。在这样一个相对高的位置出现天剑线，通常它是一根直涨或者是反转向下的信号 K 线。那日后股价的收盘价如果跌破了它的最低，也就是218.4，将会确认变盘向下。那也就是股价如果继续上涨的条件是日后股价的收盘价必须要站上这根天剑线的最高，也就是226.37。好，这是我们对这根 K 线信息的解读。接下来我们来分析后续股价的走势，我们调出辅助线。那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11月3日股价走势的预测。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股价会继续反弹，收盘价会在228。另外一个可能我们预测股价会出现回档，收盘价会在212。那实际在11月3日收盘价是在219.96，出现了小幅的上涨。那同时呢，我们刚刚在 K 线信息解读它是收了一根直涨的信号 K 线。那也就是说，日后股价会有下行的可能。所以呢，我们接下来先来看股价的下行。那对于11月6日和之后的交易日，如果股价下行的第一个目标依然是194这个位置。那股价下行跌破194的目的，就是要再次出现底底低，然后继续目前的这个空头趋势。那接下来的目标就是178，它是一个强压力。那下行的真正的目标，也就是我们定的第3个目标是152。那跌破152呢，我们认为股价会继续出现一个深度的回档。好，当然我们再补充说明一下，如果日后股价跌破了152，将会瓦解自2023年1月6日以来的这个多头趋势。好，接下来我们来看股价的上行。那对于股价的上行，我们会看到目前股价的收盘价并没有站上222这个前高。但是呢，
当日 K 线出现了新高，所以呢，我们要调整目前股价上行的第一个目标。那在这之前，我们先来回复一下网友提出的问题，说222为什么是上行的第一个目标，或者为什么是一个强压力？那这根 K 线呢，它也是一根天剑线，是一根变盘向下的信号 K 线。我们会看到日后股价的收盘价是跌破了这根天剑线的最低，然后呢一直是一路向下，然后在11月1日是出现了反弹。好，那从10月1日开始，10月31日开始出现反弹之后，那股价上行的目标一定是站上前高。同时这个位置也是一个强压力，也就是股价出现反弹，只有收盘价站上了这个前高，那才能瓦解目前的这个短期的空头趋势。这个短期的空头趋势，我们指的是从10月11日开始来看。对，那么所以呢，这是空头要守的位置，所以股价上行到这个位置222，它将是一个强压力。同时我们也会看到，在11月3日盘中股价是一度突破了222，但是收盘价依然是在它的下方。我们会看到这个地方，它是一个强压力。好，这是我们对这个问题的一个解答。那么好，现在股价虽然没有站上它，但是呢有出现了新高，所以我们要调整一下股价上行的目标。我们把这条水平线调整到226。好，那日后股价继续上行的第一个目标就是要站上226。我们刚刚从 K 线信息解读说，股价上行的条件是必须要站上这根天剑线的最高，也就是要瓦解这个止涨的信号 K 线，或者是变盘向下的信号 K 线，我们要瓦解它。所以第一个目标一定是226，它也是一个强压力。我们会看到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也会到达这个位置，所以这个位置的压力还是非常大的。好，那226如果被站上，第二个压力是236，它是这个缺口的中线。通常缺口的中线也是强压力，所以它是第二个目标。第三个目标就是257。这是我们说的股价的上行的3个目标。好，那在11月6日盘中，我们要给出观察位。之前我们给的观察位是216，是如果在这个实体中线的上方运行，在11月3日股价会收高。对，那么到了11月6日，我们给出的观察位依然是216，因为出现这样的天剑线，股价很有可能会出现回档。那出现回档呢，如果收盘价日后的收盘价不跌破216，那么我们认为股价会依然有反转向上的可能，继续上涨。如果股价日后跌破了216，那么将会出现更深度的回档。那在盘中我们为什么要关注它呢？因为出现这样的天剑线，很有可能会而且成交量是量缩，很有可能会出现一个大幅的回档。所以在11月6日盘中，股价如果能够在216上方运行，那么我们认为会收高，甚至是平盘。但一旦是在它下方运行呢，很有可能会收低。好，我们再给出一个观察位，是这根天剑线的最低218。那在盘中股价如果不跌破218，也就是一直在218上方运行，那么我们认为股价会继续出现新高，然后收盘价会继续是一个上涨的走势。好，这是我们给出这2个观察位的原因。这是我们说的日 K 线图，
由于10月6日是新的一个交易周的开始，我们再来看看周 K 线图。我们先去除辅助线，我们来看看在10月30日当周生成的周 K 线图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有长长下影线的中绿 K 线，它是一根上涨的 K 线。它的位置呢是在股价出现下行或者空头趋势，在相对低的位置，当周是出现了新低，然后还有长长的下影线，然后股价是收盘价在相对高的位置。那这样的一根 K 线呢，它又是一个止跌的反转向上的信号 K 线，同时呢，当周的成交量是量增，所以对于周 K 线图来说，日后股价将会继续上行。但是呢，有一个非常小的遗憾，就是当周的收盘价并没有站上前一周这根天剑线的最高。天剑线如果出现在相对低的位置，它是止跌或者变盘向上的信号 K 线。那接下来一周再次出现一根止跌的信号 K 线，但是收盘价没有站上天剑线的最高，也就是没有确认这个变盘向上的信号 K 线。所以呢，在接下来一个交易周，股价也很有可能，如果不继续上行，也很有可能会出现继续回档。那么我们要给出一个标志，就是在新的交易周收盘价如果能够站上这根 K 线的最高，也就是226，那股价才有可能继续向上反弹，否则很有可能在这个地方进行横盘，然后再次选择向上或者向下选择方向。好，这是我们对这个周 K 线图 K 线信息的解读。我们再来调出辅助线。那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前一次我们给出周 K 线图的预测，是在当周收盘的目标位是在225上方，下方呢会是在190，实际我们会看到收盘价是在接近225。那我们给的观察位是这根变盘向上的信号 K 线的最低，对，是在202。那在周中股价也是一直在它的上方运行，所以呢，收盘会收在相对高的位置。那对于新的一个交易周，11月6日交易周，我们给出的上方的收盘价的位置会在235，我们调整这条线。对，这是当周股价的收盘价会在它的附近。然后呢，下方的目标位是在212，也就是当周的下方收盘价会在212附近。然后在周中我们要给的观察位是226，在这个位置。好，那在11月6日当周，股价在周中如果能够在226上方运行，我们认为才有可能会收盘在235附近。如果在它的下方运行呢，那么我们认为收盘价会在212附近。好，这是我们对周 K 线图的解读。接下来我们回到日 K 线图，我们再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目前我们有一个15%的强反弹的仓位，分别是在10月1日在205附近、206附近5%进场强反弹，然后呢，在11月2日收盘价219附近给出的是10%加仓，对，这样的一个继续强反弹的一个仓位。那这个仓位我们给出的获利目标是从220一直到222。那到了
11月3日盘中股价最高是到达了226，那这样的一个强反弹的仓位呢，有可能是已经获利出场了。好，那么在11月3日这根 K 线的收盘价，在技术上我们是不可以进场加仓，或者说是进场做多的。因为这是一个变盘止涨的信号 K 线，我们要等待股价站上226之后，才有可能继续加仓。那这个仓位如果在15%的仓位，如果在11月3日盘中并没有获利出场，或者在收盘这个位置也没有获利出场，想继续持有，那么我们给出的止损位是在212，也就是这根绿 K 的最低，也就是缺口的上沿。那日后股价如果跌破了这个位置，那这样一个15%的仓位应该即刻止损出场。好，那么这个仓位如果继续持有的目标位呢，我们说是上方的目标依然是226，或者说是我们继续持有，等待加仓做多，是这样的一个目标。好，这是我们说的多头。接下来我们来看空头。空头我们只讨论空头，不做空头的操作建议。那到11月6日开盘一定会有空头力量的进入，那他们的目标就是要回补这个缺口和下方的194。那空头要守的位置应该就是226，他们要守这个位置。那多头呢，其实就是要重新站上20日均线值，也就是要站上它，所以这个地方是个强压力。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11月6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那如果各位网友方便，请能否在屏幕的下方按下点赞按钮，以帮助本频道的推广，谢谢大家。首先到来的压力位就是前高226和到227，227是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这是第一个压力，强压力。第二个压力位是236，依然是强压力。第三个压力位我们给出的是这个缺口的上沿242。好，我们再来看下方的支撑，首先到来的是前低218.4，第二个支撑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是在210到211之间。对不起，我重复一下，是210到212之间，对。然后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是从210到211。好，第三个接下来的一个支撑呢是，这样一来我们可以把这个缺口合并。对不起，那我们把缺口合并，它应该是从206一直到212，这当中包括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和5日均线值。好，然后呢，我们再给出第三个支撑是197到194。好，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我们给出11月6日股价走势的预测。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股价会出现回档。如果出现回档，它将是一个低开盘，或者是一个很小幅的高开盘。然后股价最高会到达221，最低下方会到达210，然后收盘会收在213附近，在这个位置。那它的条件是当日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221的，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这样的回档。那第二个可能，我们认为股价会继续上行。那如果是这样，它将是一个高开盘，或者是很小幅的低开盘，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219，上方最高会到达228。然后收盘会收在223附近。
它的条件是当日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219的，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这样的继续的上行。好，以上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11月6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谢谢大家。